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烤肉吧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很贵的牛叫和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这么嚣张吗？啊，是因为装逼吗？还是因为这种肉基本上不出口？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哇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透明的。哎，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家日本最大美食评分网站，目前排名第2的和牛烤肉店，没选第一是因为第一根本约不上，就很嚣张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啊！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四谷站富人区啊，怎么又是富人区？东京的富人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除了我家附近都是富人区吗？就连酒店的用量都非常奢侈呢，无语。6期。窗边的位子，假装自己很有钱。2位主厨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切肉，烤肉是3位老师轮流帮我们烤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看着就让人很生气啊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多盛一点店会垮吗？真的就只有一勺，碗里就没了。一坨生肉，然后给你加了一点奶油，像极了我妈咖啡的感觉。哎，人家本来就是，这个是每家高级烤肉店都逃不了的生肉环节。它是香油照烧，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部位，一点蛋液再配上一点甜酱汁，淡淡的回甘让你瞬间开胃。第一盘烤肉就是他们家的至高推荐，幻之牛舌，这2片很厚的就是舌根肉。和牛有个特点就是肉特别粉嫩，因为脂肪太多了，烤到这种微微有一点卷的时候就是最嫩的。你如果从中间切开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软嫩的部分。哇，里面那一块肉真的像果冻一样，它嚼起来其实有点像菌干，但它又比菌干更弹，因为它里面像果冻或者龟苓膏的那种口感，挤上一点柠檬，这种爽脆弹牙的感觉真的可以治愈人。这2张薄切的就是舌尖肉，虽然不能说薄如蝉翼，但也是薄如蝉翼它徒弟了。这一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韧，就是你可以嚼很久。看起来比较烂的这2坨是舌头下面的那块连接肉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筋，没什么肉，胆固醇味道特别重。但它却意外的在嘴巴里面飙汁，这个是吃到现在最有炭火味道的，因为它全是脂肪。接下来这2片就是和牛本牛了，烤的时间非常短，每一面可能就只烤1-2秒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特别爽，虽然不是说晶莹剔透，但是你看这个油光，所以它才叫双酱和牛。而且这种7分熟一进嘴，你就能直观的感觉到它的好坏，真的巨甜。接着是2块很豪横的横膈膜肉，你们看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前有绝景，美拉德反应让空气中都弥漫着和牛的香味。我发现高级烤肉店的肉，就是它怎么烤都很好看，配上一丁点山葵，就是不辣的芥末，它入口绵软多汁的口感中还带着些许奶香，山葵又能让奶香中透露出隐隐约约草地的味道，贼高级。接下来是2片牛肩肉，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用相机给你们拍。哎，我反正不信。3、2、1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其实还是惊了一下，这个肉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？蘸一点点酱油，只是为了提鲜哈。再来2片牛肩肉的背面，这2片就是既有弹性的肉，又有丰富的脂肪，加起来看同样也是一幅画。接着还有很多内脏端上来，最后每人还会有2碗味道不同的和牛盖浇饭，太夸张了这个分量。所以你会不会让你的对象带你来这家店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开。哎，是不是在大家的印象里面，在日本只要是个烧鸟店就会有提灯这个菜啊？但其实大部分烧鸟店是没有这个菜的。假提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内这么火。而且我最近总感觉因为太过于追求提灯而忽略了很多好店。这个菜不比米其林好吃吗？嗨了，大伙儿晚安见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，在日本生活就是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哎，就吃烧鸟吧。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叫四谷，你的名字的取景地其实有点像成都的桐梓林。这个地方藏了好多小店啊，哇，是一条幸福的街区呢。我们今天去的就是这家，有点温馨。我们开始吧。等等，6です。はい、7時の。とサイズリ2つ。像我这种不怎么挑食的人，但是厨师长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也不用选菜，简称我妈咖啡。第一个小菜是蛋黄配韭黄，真的就只有一小口，味道还没尝出来就已经吞了。这啥呀？然后这个是他们家解腻用的小菜，香菇白萝卜。这是一碗开胃用的黑胡椒鸡汤玉米糊，用鸡汤炖的特别鲜。虽然想厚着脸皮再要一碗，但是我不敢。然后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一盘生肉端过来。生肉环节，这一盘的难度真的很大，里面有鸡胗、鸡肾、鸡心、鸡腿肉、鸡胸肉，哇，一夹鸡就要整整齐齐。先来浅尝一口鸡心。我仿佛继承了这个鸡生前的记忆。生肉嘛，谁没吃过？其实蘸一蘸酱油，味道还是没有那么恐怖。这个鸡肾我也吃了，那大妹无语。鸡肝其实还挺好吃的，细腻绵软，送进嘴里还有那种浓密的脂肪感。哇，鸡胗就不说了，在生内脏的衬托下，半熟鸡胸肉是多么的美好。果然吃生肉没有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。然后下一盘是个甜品，我的烧鸟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师傅把这个面包烤得特别脆，旁边这个配的是提拉米苏味道的花生酱，咖啡味的脆皮蜂蜜面包。再来个，终于到了第一个串，白白胖胖的鸡胸肉，多汁弹滑的鸡胸肉，点缀一丢现磨的山葵，我又可以了。下圈是青椒鸡心，果然还是熟的鸡心深得我心，炙烤之后的鸡心充斥着炭火味，吃起来特别有嚼头。哇，甚至有那么一点川菜的味道，绝了！我以为我能认真吃肉的时候，不速之客来了啊！沙拉，内心是拒绝，但是为了能活到150，还是吃一口吧。哦，真难吃。接下来这串金葱烧鸟，我的爱，他选的最粗的那种葱根，这串烤的外皮焦脆，内里肉汁充沛。今天的单压是不是有点多？肉里还有一丝嚼劲，趁热吃真的无敌了。再来一串银杏，外表金光，吃起来软糯。那咱们就是说，一口4颗就会翻车，压上瘾的这是无语。哇，来了串大的，烤紫苏鸡胸肉肉馅儿，这一串满满当当的肉馅儿，有点像过年家里调的纯肉饺子馅儿，用小鸡蛋、蛋黄液滑滑嫩嫩的包裹肉馅儿，会让口感更丰富，也让鸡胸肉的味道变得更鲜了。肉烤得来流油，就很适合配点蛋黄。假提灯，一口灯。
一口肉，一菜两吃，我真有才。像爆珠哎。接着一盘炭烤豌豆，疑惑，它其实里面还是新鲜脆嫩的，还是保留着蔬菜的清甜，怎么突然很想念干煸四季豆？还是那个好吃。这串炭烤鸡翅是肉眼可见的油光发亮，它是把肉骨展开了，方便你啃，所以这串跟我脸一样大。来吧，果然还是鸡皮比较香，焦脆的鸡翅皮一进嘴就爆油，而且因为烤得很焦就不会腻，这个鸡皮反而和里面的肉一样有韧劲。这一块肉是最香的。然后上了一碗鸡蛋羹，上面是低温急速冷冻的鸡肝，它吃起来就像是鸡肝味的冰淇淋，真入口即化。吃到底部还有一块很嫩的鸡肉，还有鸡肝跟肉末，因为里面还加了芝士，莫名能吃到一股奶香味，好神奇的口感，今天的味觉新体验。然后是溏心鹌鹑蛋，神奇的是它的溏心是微热的，蛋液还微微泛甜。然后这个串特别怪，它是鸡的食道，鸡的食道有这么长，没吃过的东西还是挤一点柠檬，它吃起来像炸过的鹅肠，又脆又韧。它是在成都吃火锅会烫的那个贡菜。这一串是鸡的甲状腺，什么呀？怎么越吃越怪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鸡油味的口香糖，反正我就是嚼不断。最后的主食极其的给力，鸡肉肉末饭，晃悠晃悠的温泉蛋。我们要把整碗饭和匀，送一口满满都是料的饭进嘴，无敌的满足。那个滑滑的蛋液包裹着颗粒分明的肉末，还有香米。它里面还有一点微甜的照烧酱。干完一碗饭，再来一碗超浓鸡汤。日渐圆润就是这么来的。总结一下这家店，果然食材原本的味道才是最美的。哇，突然上升了一个高度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伊2。上次在迪士尼买的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啊！听说日本环球影城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的坑爹玩意儿，正好也刚看完《鬼灭之刃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连夜飞到了大阪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好了，明天见。你们知道在日本《鬼灭之刃》的周边有多难抢吗？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，还要跟一群活力四射的高中生抢玩具。这合理吗？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耶，到迪士尼喽！果然，人类为了主题乐园都是可以不睡觉的，这合理吗？然后进园的第一站，我们就直接冲向了《鬼灭》的园区。毕竟现在排队排的最长的还是祢豆子，因为它是限量发售。中午来肯定就没了，真好看呀，家人们，它真的很精致哎！啊，发现一只大狗子，好乖哦！等一下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来了这么多次环球影城，我都没穿过魔法袍。这个衣服的价格虽然真的很坑，但今天还是浅穿一下吧。嘿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进入正题，又到了补充能量的时候。最近呢还是我们的老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优质蛋白和优质淀粉。这个小面包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，然后旁边就是鬼灭的园区。先来买个铜锣烧，这个是善意被下弦打伤时候的样子，这个造型特别的蠢萌。它里面加的是些栗子、炼乳红豆，7分。然后排队到里面的话就可以买到些套餐，不过里面的主题还停留在无限列车篇，所以全都是大哥。大家看这个平平无奇的蛋糕，800块，它是那种又酸又甜的柠檬慕斯。大哥真的喜欢吃这个吗？感觉又被坑了，6分。这个应该是岩柱的剑吧？怎么感觉那么像一支铅笔？但要说之前吃过最好吃的，还是这个小黄人的面包，它里面是奶油蟹肉味，你们敢信？而且它又松软，馅儿有很多，好香啊！但其实我更推荐巧克力味的。对了，这一路下来看似花了很多钱，但我其实只花了1块钱啊，因为趁拼多多现在有开春福利活动，我花1块钱秒杀了个1000块钱的心愿金，还是直接微信到账。这样算下来，今天这趟环球影城就跟白嫖了一样。现在点评论区的置顶链接还可以抢到哦，趁活动还在继续，大家可以冲了。好啦，继续下一家，这是一家马里奥开的甜品店，这个店还是第一次来，这里面的装修还挺还原的，有点想要这个。这是一个蘑菇队长的饮料桶和一个马里奥的草莓奶油蛋糕，我绝不是因为它可爱才买的哈，但有一说一，这个蛋糕比迪士尼的好吃太多了。它里面这个是有夹心的，还有一杯路易吉的汽水，好酸，上面的香草冰淇淋才是本体。然后这个蘑菇队长其实是一个可乐桶，不是那个可乐桶。这家店整体不错，8分。我以后出去探店就用这个瓶子了。然后在路边又看到一家没吃过的，它这个居然是一杯芝士烩饭。哇，逛主题乐园就是要吃这种优质碳水才行啊！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侏罗纪公园里面，以恐龙近亲为原材料的世界名菜，烤大鸡腿。大阪环球影城的第1名，大鸡腿子。刚才不是才说哈利波特吗？而且它那个烟熏的味道比隔壁家的香多了。然后最后我们再去马里奥的家里做客。我们现在有到吃马里奥的水。这个取餐牌第2次看到它还是觉得好可爱。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？上一次没有点这个蘑菇头，这次我们就把它脑浆都吸干。这个很好吃啊！这样快乐的一天又结束了。今天没吃多少，应该不会长胖。等一下，我今天是在干嘛的？阿宝宝。